一個是冷戰時期神出鬼沒的神秘刺客，一個是現代戰場上叱咤風雲的戰術猛獸，他們都叫蠍。但你敢信嗎？除了蠍是這個名字，他們幾乎沒有半毛錢關係。與其說他們是父子，倒不如說還是一場精心策劃的王位繼承，用傳奇名號給全新武器鋪就一條成名的捷徑。為什麼兩把毫無血緣的槍會共用一個名字？這兩代蠍王各自又有着怎樣的傳奇經歷？今天火力軍就來扒一扒 CZ 公司到底是怎麼靠借名讓兩代蠍王橫跨半個世紀都成為槍械圈頂流的。時間拉回到上世紀50年代末，冷戰的鐵籠籠罩着整個歐洲。當時捷克斯洛伐克作為華約成員國發現了一個大問題，那就是前線士兵有步槍、機槍撐場面，可軍官、裝甲車駕駛員、直升機飛行員這些非一線人員手裡的武器卻很尷尬。手槍火力太弱，遇到突襲根本扛不住，傳統衝鋒槍又沉又大，塞不進駕駛座，攜帶起來也極其不方便。而就是這個剛需缺口，讓設計師米羅斯拉夫·雷巴爾動了心思，我能不能造一把只有手槍大小卻有衝锋槍火力的武器？1959年，雷巴爾拿出了他的設計原型槍 S59。1961年，經過2年改进的武器終於正式定型列裝，並命名為1961年型衝鋒槍，也就是我們熟知的 VZ.61 蠍式冲鋒槍。它的出現直接填補了 PDW 領域的早期空白，也成了後來同類武器的祖師爺之一。VZ.61 最讓人驚嘆的地方就是它那極致緊湊的外形，全長只有270毫米，折疊槍托後更是縮短到173毫米，重量僅 1.3 公斤，比很多戰鬥手槍還要輕便。駕駛員可以放在駕駛座旁，飛行員能塞進飛行服口袋，特工更是能把它當作貼身武器。但你可千萬別被它的小身板給騙了，這裡面可藏着個黑科技，那就是握把裡的減速器。懂槍的都知道，自由槍擊式冲锋槍射速容易飆太高， VZ.61 的槍機又輕又短，按常規設計，射速能超1000發每分鐘，扣下扳机就跟潑水似的，根本沒法控制。然而雷巴爾的解決方案堪稱天才，他在握把裡装了個由慣性管和彈簧柱塞組成的減速器，机槍後座到位時就会被机匣尾部的彈簧掛鈎掛住，同時把彈簧柱塞壓進握把，柱塞輕跑得快，很快就會穿過慣性管，又被彈簧頂回来，和還在下降的慣性管撞個正着，這就可以硬生生的把槍機釋放的時間拖慢。這麼一套操作下來， VZ.61 的射速被穩穩壓到每分鐘800到850發，普通人也能控制得住。除此之外， VZ.61 還用上了闭膛待機。闭膛待机是槍機常見的击发机制，簡單來說就是在槍械擊发之前，槍機已處於閉合鎖定狀態，子彈已裝入膛內且槍膛完全封閉，這在衝鋒槍裡可不常見。要知道，大多數衝鋒槍為了簡化結構提高射速，都會採用開膛待機，但閉膛待機能讓槍管在射擊時保持穩定，大大提升彈發精度。就是這一設計讓 VZ.61 既能像衝鋒槍那樣連發射擊提供火力壓制，又能在需要精準射擊時發揮出不錯的精度，真正實現了雙用途武器的設計初衷。VZ.61 一問世就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軍的香饽饽，直接取代了老舊的 CZ52 手槍，並全面配發給傘兵、特種部隊和機組人員。捷克警察也大量裝備了此槍，城市執法、反恐任務更是離不開它。他的朋友圈還特別廣，南斯拉夫買了3萬只後，乾脆拿到生產權，自己造了個同款叫 M84。南斯拉夫解體後，塞爾維亞還在接着用。印尼的蛙人部隊、蒙古特警、前蘇聯克格勃的阿爾法特種部隊、东德史塔西的秘密警察，甚至中國武警特種警察學院、朝鮮特工都用過它。越南戰爭時，越共也靠它跟美軍周旋。更有意思的是，民航客機的防劫机保安也愛用它。原因其實也很簡單，因為 VZ.61 用的是 7.65 毫米勃朗宁短彈，穿透力弱，打不穿机艙蒙皮，不用擔心在万米高空把飞機搞出窟窿。可這份優秀也讓它沾了黑料，它太好藏了，消音效果又棒，這又讓它成了極端組織的作案工具。比如愛爾蘭共和軍就用它搞過多次武裝行動，一邊是維護正義的衛士，一邊是制造恐怖的凶器。VZ.61 在冷戰史上活成了最複雜的雙面角色。時間跳到21世紀，冷戰結束了，輕武器設計也進入了模塊化時代。CZ 公司手裡有 VZ.61 這個金字招牌，但也知道老款設計跟不上現代戰場需求，
急需一款全新的冲鋒槍。可誰也沒想到，後來的第3代蠍式居然不是 CZ 自己親生的。故事得從斯洛伐克說起。2001年，3個斯洛伐克槍械愛好者設計了一款叫拉烏奇的衝鋒槍。斯洛伐克 ZVS 公司看中了這個設計，從2002年開始改進，並在2005年還拿着改進版的 LG205 去阿布扎比軍事展上參展招商。結果呢， LG205 設計挺成熟，卻沒人願意買。ZVS 公司愁得不行。就在這時 CJ 公司找上門了。對 CJ 公司來說， LG205 的底子很好，有聚合物材質和模塊化雛形，只要改細節就能變成一款競爭力超強的產品。對 ZVS 公司來說，能把賣不出去的設計賣給行業巨頭也算解了燃眉之急。2007年1月，2家公司簽了協議， CJ 公司直接買下了 LG205 的設計方案和全套圖紙。說白了，後來的蠍式 EVO3 就是個斯洛伐克血統捷克包裝的外來貨，跟 VZ.61 沒半點設計傳承。買下設計後， CZ 公司並沒有急着上架，而是花了大功夫打磨，做了樣槍，足足打了 3.5 萬發子彈測試可靠性，還找了軍隊、警察的專家提意見，一點點優化細節，比如把機匣改成左右拼接的聚合物結構，讓垃圾柄能左右互換，加了戰術導軌方便裝配件。2009年下半年，改進後的槍終於完成設計，並在布爾諾 IDET 展會上首次亮相。但 CZ 公司這時候下了一步妙棋，他們給這款槍起名叫蠍式 EVO3。要知道，這槍跟 VZ.61 除了都歸 CZ 旗下，沒任何共同點，口徑不一樣，結構不一樣，設計思路也不一樣。可 CZ 偏要讓它姓蠍，還把 VZ.61 算第1代，1980年代的9毫米蠍式算第2代，新槍算第3代。硬生生造了個蠍式家族傳承的名號。最後 CZ 公司又根據展會反饋做了最後調整，直到2012年正式推出 CZ 蠍式 EVO3 A1 衝鋒槍。這波借殼上市的操作把商業智慧玩到了極致，那就是用老招牌的名氣給新槍鋪路。 CZ 公司之所以這麼幹，核心就是看中了蠍式這2個字的分量。 VZ.61 半個世紀下來造成了槍械圈的傳奇 IP，一提蠍式，軍迷就想到緊湊、可靠、火力強。軍警單位聽到這個名字也會多一份信任。這個名號自帶流量和口碑，根本就不用花大價錢做推廣。21世紀初的衝鋒槍市場競爭多激烈呀！各大廠商都在推模塊化、精煉化產品。CZ 公司要是給新槍起個陌生名字，能不能火，那就得全看運氣了。可掛上蠍式的牌子就不一樣了，老用戶會因為對 VZ.61 的信任，願意試試新槍。新用戶會因為傳奇續作的好奇心主動關注，軍警採購時蠍式的名頭也能加分，槍械愛好者更是會因為情懷買單。事實證明，這步棋走對了。EVO3 一推出就成了爆款，多國軍警爭相採購，民用市場也賣得火熱。要是當初沒借蠍式的名，他能不能這麼快站穩腳跟，還真不好說。CJ 公司這波操作可謂是把品牌價值的威力展現得淋漓盡致。VZ.61 和 EVO3 雖然都叫蠍式，但他們的設計理念差的不是一星半點，可以說完全是2個時代的產物。VZ.61 誕生在冷戰初期，核心思路是滿足基礎自衛。那時候的輕武器都是先保證能用可靠，再談其他，所以它的設計圍繞着小巧夠用轉，體積要最小，方便非前線人員攜帶，火力比手槍強就行，能應對近距離突發情況，結構要簡單，萬一壞了在戰場上也好修。它不追求花里胡哨的功能，只要能讓駕駛員、軍官在遇到危險時有把能快速開槍的武器就夠了。EVO3 就不一樣了，21世紀的戰場和執法環境要求武器要萬能適配，軍隊要它能打突擊，能搞滲透，警察要它能反恐，能自衛，民用市場還得滿足射擊競賽的需求。所以它的設計理念是靈活實用，既要保持緊湊方便攜帶，又要能裝各種配件適應不同任務，還要讓不同體型的人都能舒服用。在材料使用和忍击功效上，2代槍的差距就完全体現了半個多世紀以來轻武器制造技術的進步。VZ.61 的筋骨充滿了上世紀的工業風，上机匣是鋼板冲壓的，下機匣是鋼塊洗出來的，槍托是細鋼絲折的，全鋼材質確實結實，但缺點也很明顯，那就是重，長時間用下來手能酸到發麻。EVO3 就完全是現代設計了，機匣、握把、護木、槍托全是高強度聚合物，又輕又舒服，整槍重量控制的特別好，
加了配件也不沉，人機功效更是拉滿，握把能前後調，手長手短都能握舒服，枪托既能向右折，又能3段式伸缩，底肩单手射都方便，左撇子也能轻松用。這些細節讓 EVO3 用起來比 VZ.61 舒服不止一個檔次。要是說 VZ61 是能湊合用，那 EVO3 就是必須好用。材料技術的進步和人機功效理念的提升，讓2代械網在基礎設計上形成了巨大的差距。武器好不好，最終還得看性能和火力。這方面2代械網的差距直接決定了他們的實戰能力。先看彈藥 ，VZ.61 用的是 7.65 毫米波朗寧短彈。當時選這個彈，一是因為捷克軍警手槍都用，通用也方便；二是因為后坐力小，非常適合小体型冲锋槍。但缺點也很致命，那就是威力弱。它的有效射程才50到100米，子彈飞出50米就沒什麼穿透力了，只能应付貼點自衛。後來雖然出了9毫米口徑的改進版，但核心設計沒變，性能提升有限。而 EVO3 直接上了9毫米的帕拉貝魯姆彈，這可是全球最通用的手槍彈之一，威力比 7.65 毫米彈強太多，有效射程能到250米，近距離能壓制敵人，中距離也能精準打擊。而且不管是軍隊、警察還是民用市场，帕拉貝魯姆彈都好买，補給根本不愁。再看射速和可控性 ，VZ.61 靠減速器把射速壓到800到850發每分鐘，在當時算不錯了。但 EVO3 射速更高，能達到1100到1150發每分鐘，卻因為槍身配重更好，緩衝系統更先進，反而更好控制。尤其是加了3發點射模式，既保證了火力，又提高了精度，打起來比 VZ.61 穩多了。最關鍵的差距是擴展性 ，VZ.61 全身光溜溜的，沒任何裝配件的接口，只能用原廠的機械瞄具，想裝個紅點鏡、戰術燈都沒地方。EVO3 就不一樣了，機匣頂、護目左右和底部全是皮卡丁尼導軌，紅點鏡、全息鏡、夜視儀、戰術燈、前握把，想裝啥就裝啥。比如執行秘密任務，裝個消聲器就能靜音；打遠距離目標，裝個高倍鏡就行。模塊化設計讓它能應對各種場景，這是 VZ.61 想都不敢想的。另外 ，EVO3 的彈匣是半透明聚合物的，剩多少子彈一眼就能看見。空艙掛機也更完善，換完彈匣按一下就能繼續射擊，比 VZ.61 效率高多了。總的來說 ，VZ.61 的武功在冷戰時是頂尖的，但放到現在已經不夠看。EVO3 則是為現代戰場量身定做的高手，火力、可控性、擴展性全方面碾壓。雖然 EVO3 在性能上把 VZ.61 甩在了身後，但 VZ.61 在槍械史上的地位誰也替代不了，它已經成了一個永恆的文化符號。作為冷戰的活化石， VZ.61 見證那個時代的軍事需求和技術水平。它的 PDW 設計思路影響了後來一大批武器，比如 HKM-P7、FNP-90 都能看到它的影子。直到現在，還有不少國家的軍警在用它或它的仿制品。在流行文化裡 ，VZ.61 更是常客。間諜片裡，特工從風衣裡掏出來的往往就是它，自帶冷酷神秘的氣質。在遊戲裡，它是生化危机五主角早期的過渡神器，也是使命召喚、幽靈行動、未来戰士裡玩家愛用的冲锋槍之一。對槍械收藏家來說 ，VZ.61 更是寶貝。不同年份、不同口徑、不同国家生產的型號都有各自的故事，收藏價值极高。現在提到冷戰冲锋槍，VZ.61 絕對是繞不開的名字。它的價值早就不只是一把武器，更是一段歷史，一種文化象徵。如果說 VZ.61 是歷史傳奇，那 EVO3 就是当代王者，成為了全球軍警和槍迷的心頭號。在軍事和執法領域 ，EVO3 的口碑極好。捷克陸軍2010年就訂了600支，裝備給特種部隊和一線單位。多個阿拉伯、歐洲國家的警察和軍隊也紛紛採購，用它執行室內反恐、VIP 護衛、車輛巡邏等任務。在民用市場上 ，EVO3 也賣得火爆。民用版 EVO3 S1 是半自動的，射擊精度高，操控性好，還能自己改配件，這就讓它成了射擊愛好者的首選武器。在歐美流行的 PPC 競賽裡，經常能看到 EVO3 的身影，不少選手還靠它拿了冠軍。在遊戲裡 ，EVO3 同樣是明星。武裝行动2使命召喚系列裡，它因為射速快、穩、配件多，成了玩家眼裡的神器。而遊戲的傳播又讓更多人知道了這款现代冲锋槍，進一步擴大它的名氣。虽然 VZ.61 和 EVO3 沒血緣，但他們都扛着蝎式的名號，
更傳承了一種獨特的歇氏精神。這種精神的核心就是在緊湊的尺寸裡把火力和創新做到極致。VZ.61在冷戰時期用手槍的體積實現了冲锋槍的火力，把小而強做到了當时的天花板，這就是早期的歇魂。EVO3則是在現代背景下繼承並升華了這種精神，它同樣保持了緊湊的體型，卻用模塊化的設計、人性化的操控，把小而強變成了小而全能，用現代技術重新定義了緊湊武器的極限，這是新時代的歇魂。從這個角度來看， EVO3雖然不是 VZ.61的親生後代，但它卻真正繼承了歇氏的精神內核。他們都是在各自的時代裡，針對緊湊與火力的矛盾，給出了最創新的答案。這種歇氏精神，也正是 CZ 公司能成功借名重生的關鍵。兩代歇王，他們雖然誕生於不同的時代，有着不同的設計和性能，但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釋了歇氏精神的內涵，成為了槍械史上的傳奇，讓歇氏這個傳奇在新時代煥發了新的生命力。他的故事告訴我們，經典的價值不光在於它本身有多優秀，而在於它能激發新的創新。而好的創新也需要懂得傳承經典的精神內核。那麼問題來了，你更喜歡哪一代歇王？是歷史傳奇 VZ.61 還是當代王者 EVO3？ 歡迎在評論區聊聊你的看法。如果還想了解更多槍械故事，別忘了點讚關注。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